沒有問題啊，嘿嘿嘿。然後我們現在開始總結一下，然後修這個小蜜蜂我們得到的經驗，邊學邊試，生活志。今天呢，我們修一個擴音喇叭，這是它的麥克風。現在不知道什麼問題，咱們先試一下。通電之前，先做的就是先測一下電源。這個是10伏200毫安，然後這個是一個 USB 的線，咱們先測一下正極負極，就是紅的黑的，看看這2個線有沒有短路啊。已經连接上了啊，沒有短路啊。没有短路的话呢，咱們就通一下電，先試一下看能不能開機。现在我們用可調電源給它調個10伏1安，紅色是正，黑色是負。這有燈啊，然後我們通電。咦，現在是一通電，它立馬就又關了。我可調電源輸出立馬就關掉了，不知道裡邊是什麼樣的問題，咱們拆開看一下吧。這有4顆螺絲，這下面應該也有一個，沒有拆開過。这幾個螺絲還不太一樣，一個圓頭的，一個平頭的。這個也是圓頭的。這就打開了。这样一个，这样一个板子，一个大喇叭，一点電池。OK， 這就拆開了。我們先看一下電池吧，2個電池有沒有電？電池量是一點電都沒有了，0伏。咱們試一下這個充電口，看有沒有問題。量一下這個充電口，看有沒有充電電壓。10.45伏，這個充電的電流不太對。這種鋰電池充電的應該是4.25、3.7，這直接都是10伏的9.78伏，這不太對，怪不得不能充電了。肯定是電源管理芯片壞了，看一下哪個是電源管理芯片，7350-A，
這個是電源管理芯片嗎？5伏，5伏，6伏，這個問題还比較多呀。10伏，我試了半天，我還以為是電源有問題。這個電源是10伏200毫安的，然後之前我用可调電源，我給它接入的電源是10伏6安的。我以前试过其他的電器，然後就是它的電流是它用多少就算多少，而不是根據你設置的這個電流來算的。這個電器的話，它可能有電流的限制，超過多少，然後它就不輸出了，然後那個可调電源就自動關閉輸出了。我現在的話，我給它把電流给它改成200毫安，限压電流的大小。我們再試一下，它這個電源這裡輸入的是10伏，這個電池這個插座它也是10伏的。剛才我以為這個插座它輸出的是5伏，應該還是正確的，其實不是，它輸出的也是10伏。然後這個電池包這裡邊，這個電池它這是有芯片的，就在这底下，它是有芯片的，它這有2個芯片的，它這有電源管理，這個電源管理的話就把10伏的給它轉成3.7伏的，然後供它去供電去充電。這2節電池是並聯的。還有就是我剛才的話就量這其中的元器件，我以為是它的電路有問題，電源管理有問題，然後我就量了它的電源管理芯片，穩壓芯片，就這個穩壓芯片，它的型號是7350，也就是說它將10伏的電壓轉化成5伏輸出。它這個有3個引腳，第一個是 GND， 第二個是 VIN， 第3個是 VOUT， 也就是說第一個針腳和第二個針腳它們之間的電壓是10伏，然後第二個針腳第3個針腳它們之間的電壓是5伏。現在我們通上電試一下，1.83， 1.083，这是輸入，輸出也是1.084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因為現在是處於關機的狀態，待機的狀態，我們把它開機，然後這個芯片它才能正常工作。現在喇叭已經開始工作了，已經變成5伏了。我們把電池給它拔掉，再試一下。這裡可能電池供電了，你再量一下這個穩壓芯片，它的輸入是 9.116 了，10伏，5伏輸出。這個電池我也給它充過電，直接通過它的正負极進行充電，繞過這個保護板，直接這個是負極，這個是正極，直接用可調電源對它進行充電，然後把它給激活了。原來它應該是餓死了。我們再試一下所有的功能，電池插到這兒，喇叭插到這兒，然後我們再把它本身自帶的話筒再給它插上去。MLC 開關附近的是話筒，然後我們給它調一下模式。模式的話，最後一個，這個是調模式的。現在是收音機模式。现在话筒就可以了，话筒也是没问题的。然后我們試着播放 U 盤裡邊的內容試一下。沒有問題啊，嘿嘿嘿。然後我們現在開始總結一下，然後修這個小蜜蜂我們得到的經驗。首先就是這個電源，可調電源調電壓電流的時候，要根據上面標識的電流
調到它的限壓範圍內。如果電流太高的話，然後可调電源會自動斷電。第二個是測試芯片的時候，要把它的開關給它打開，不要待機的去測，待機的測會測不出來這個芯片實際是不是在工作，還是在待機狀態下。所以要看的實際工作，需要把它開關給它打開。第三個也是我想到的，就是如果維修一個東西的話，你先需要看這個東西它上面有多少功能，根據功能然後再確定芯片。比如說現在的這個擴音喇叭，它上面有幾個功能呢？大概有4個功能。第一個就是插入麥克風，它就是前级放大聲音。然後第二個就是藍牙 TF 卡 FM， 然後它就是一個音頻解碼芯片，它就是将这些信号給它解碼。然後第三個就是它有一個功放，就是把這些解碼出來的聲音給它放大。然後第四就是電源管理，它就是更改電壓、穩定電壓、充電，這些就是電源方面的。然後這4大塊，然後再去細分，再去細化。首先這個麥克風它肯定有前級放大的電路，如果是前级放大出現問題，你就查這一部分的電路。然後就是解碼芯片，關於解碼的部分，如果解碼出現問題，你就看解碼芯片這一部分的電路。然後還有功放部分，聲音放大、信号放大，你就看功放芯片相關的電路。然後電源方面分為2部分，第一部分就是電池，電池它上面也有充電管理，電池上面也有電源芯片，它就是充電保護、電压變換，然後電池上面有電源管理。然后还有这个扩音器上面它也有電源管理，它也有電源管理芯片、穩壓芯片。具體的去看出現問題的地方，然後再找到相應的芯片，然後進行維修。然後現在我們就把它給恢復一下吧。在恢復之前，我還想試一下它這個電壓能不能在9伏的電壓下正常工作呢？因為我有一個9伏的電源，直接是這樣一個插頭，充電的時候就不需要再給它接到可調電源上了，因為10伏的這個電源還是比較少見的。然後現在我們就試一下9伏，用可調電源給它調成9伏。現在9伏也是可以工作的，那麼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然後現在就可以確定的是，電池上面的電源芯片，它是可以將9伏轉化為3.7伏給電池充電的。然後這個板子上面的電源管理芯片是可以將9伏轉化為5伏，供這個板子供電的。沒有問題，現在我們就給它恢復。现在我们再给它充一会儿電。我們再試一下它的功能吧。MIC 模式開機。下載了陌生交。我們又成功了。邊學邊試，你也可以成功。如果你沒有時間親自動手操作的話，可以關注邊學邊試生活誌，
同樣可以增進生活中的動手維修能力。訂閱、評論、點讚和收藏，感謝大家的觀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